大家好，我是东宝行为，今天我们来讲《一胜千金》的第7话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，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，天马旗下的格斗小团体终于迎来了第5次活动大会。这回的阵仗之大，不仅是对比赛擂台有了全面的改造，现场的观看人数也是迎来了新的巅峰。光是看到这个熟悉的护栏，就让我想起了日式的摔跤比赛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今天参与角逐的4位选手吧。首先是格斗团体战乙女的台柱子，不仅长相甜美，战斗力也是强的可怕。关键她还是个富婆啊！这种逆天的初始属性，你确定是人能够想出来的吗？没错啊，她就是被称为革命机的本乡基奈。然后是来自埼玉县的凶人姐妹，一看到她们气势汹汹的模样，就知道是狠角色了。大姐赖明里子全身肌肉壮硕如牛，小妹赖明露则是眼神咄咄逼人，看来他们对赏金是势在必得呀。然后接下来的这位就不得了了，为了追求赏金，不惜舍弃掉已经获得的名誉，从老牌里格斗团体跳槽而来，杀戮武斗会的冠军选手功夫美眉李幼巴。说到这个功夫娘嘛，这里多提两嘴啊，她好像和基奈是由同一个原型演变而来的，有个叫做 NMB48 的女子团体，怎么听起来好像是在骂人啊？其中有位选秀生叫做本乡佑巴，他在去年曾经多次上过班元老师旗下的少年冠军杂志封面。至于哑巴子和班元的关系嘛，那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所以呢，基奈的原型大概率就是这位带饼脸的可爱小姐姐了。介绍完选手过后，现场的观众们情绪高涨，状况已经完全超乎了3姐妹的预料啊！这真是天马期望达到的人气与热烈程度，光是看噱头啊，就知道这回比赛的运营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。然后一华这边提出了疑问，之前不是用8角笼比赛吗？怎么这回改成了个矩形的擂台啊？华奈随即解释道，这是为了防止比赛打到后期陷入僵局啊，为了避免观众们因为长时间看比赛而感到无聊，所以设置了出线判负的规则啊。这样呢，就算是选手们体力耗尽，也有办法快速决出胜负啊。天马还表示，现在要明令禁止选手们消极比赛，虽然他自己就曾经是消极比赛的典型人物，但是为了推动团体发展，也只能做出这样的改变了。此时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裁判随即宣布了本次淘汰赛的对阵列表。果然第一轮是不可能看到姐妹内斗的。基奈对上了妹妹，而功夫娘则要对战姐姐。这位千春姐缠着裹胸部，身穿肥大的工装裤，典型的一副暴走族精神小伙的造型啊，和另一边花枝招展的基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千春姐的身材也是比基奈要大上一圈。场下的一华对天马介绍了凶人姐妹的情况啊，别看那个大姐穿了一身好像是打自由摔跤的紧身衣，其实她们2姐妹都是典型的我流打法哦，说白了就是列车拳啊。但是真正可怕的是她们与生俱来的身体素质以及运动神经，就算是她们在第一轮把基奈打败了，也完全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呀。这2姐妹在各项体育运动里无疑都是亚洲顶级的实力。大姐拖着那身肌肉，居然能够在100米跑中达到11秒后半的水平啊！小妹更是能够达到惊人的11秒前半。要知道，能够跑进11秒的亚洲女子选手那是屈指可数啊！另外，小妹在标枪等田径项目上也是有着不俗的实力。大姐更是曾经在学生时代以外行人的身份获得了全国柔道4强。这2姐妹可以说是拥有着令无数人羡慕的顶级天赋啊！但是她们却从来只对打架感兴趣，成为了对社会只有负面作用的人渣呀！简直就是讽刺自己。但是更离谱的还在后面啊！一华居然说道：“哎呀，他们2个要是一起上的话，就算是我呀，也是很难搞定的啦。”什么？大姐，原来你才是真正的扫地僧啊！天马居然还在一旁表示赞同。原来一华才是她们3姐妹中最能打的那一个啊，并且她也是那种不需要接受专业训练的实战型选手。我靠，那你之前怎么不直接和基奈打一架？打赢了不仅能独享功劳，还能拿500万呢！总之呢，一华的牛已经吹出去了，千春姐到底厉不厉害，只有在比赛里见真章了。双方简单的叫嚣了2句之后，裁判宣布比赛开打。我操嘞，不愧是速度型选手，
一开始双方便选择了速攻制敌，不过同样是出拳，纪奈还顺带兼顾了防守，千春杰则是被一拳打中了侧脸。接着纪奈利用其灵活的身法躲开了千春杰的进攻，同时从隐蔽的下方发起突刺，打得千春杰是鼻梁开花呀。不过千春杰的抗击打能力真是强得惊人，他居然硬扛着纪奈的攻击与之交战。之前的选手要是这个样子打，怕是早都被 KO 了吧？天马此时看出了千春杰并非泛泛之辈，哟，这个娘们儿他可不是乱打的呀！他虽然一拳都没有打中纪奈，却在承受着巨大伤害的同时，伺机寻找反击的间隙啊！才刚说完，千春杰就一把抓住了纪奈的肩膀，这样一来啊，后者既没有办法闪避，也不能够出拳反击了。紧接着，千春杰就送上了街头打架中最标志性的炸裂头锤。不好啊！纪奈他被开瓢了，可爱的脸庞现在正血流不止啊！天马一看到老婆受伤了，也是瞬间慌了神。看来千春杰真的不是吃素的呀！他对着被自己撞到一脸懵逼的纪奈恶狠狠地笑道：“哼哼，给我咬紧牙根站稳了，你个败家女！老娘今天啊，就是来给你上一课的。真正的打架可不是依靠技术，气势和毅力才是王道啊！”本话结束。